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天津衛視大型情感節目《愛情保衛戰》。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呢，我們都會開直播，我們的導師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好，接下來一起來認識今天來到節目做客的幾位情感導師。大家好，我是俞伯洪。爱情沒有誰主動誰被動，只有一拍即合。大家好，我是曹賀陽。情感生活遇煩惱，打開電視看愛寶。大家好，我是莎娜。婚姻的終極浪漫呢，就是將平凡的日子釀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希望大家都在岁岁年年里面美美甜甜。大家好，我是曲伟。爱不是控制对方，而是信任自己。掌声歡迎今天來到節目求助的兩組嘉賓登場，歡迎他們。本期第一對情感嘉賓，文先生44歲，來自河南，個體；苑女士39歲，來自河南，個體。他們遇到了怎樣的情感困惑呢？你覺得異地牽絆該如何平衡？不行就讓他帶孩子來我這邊，反正我爸就我一個兒子，我肯定留在焦作照顧他。他反對你資助兒子這件事你怎麼看？那是我親生兒子，然後我前夫都不管孩子，我作為一個母親，我怎麼能不管呢？他還這樣反對我，我覺得他不太理解我。彩禮要18.8萬，你覺得這個要求合理嗎？我覺得沒必要花這麼多，都這麼大歲數了，10萬塊錢走個形式得了，我還得給我兒子攢錢結婚呢。他在生活裡管你比較多，你覺得壓力大嗎？我開店本來就很忙，他還老是逼我讓我給他發定位、拍照片，一點自由都沒有，換誰我覺得都不舒服。大概聽了一下，就是現在確定了戀愛關係，但是在戀愛關係當中碰到了一些阻力。對對对，第一個提到的問題是說這個什麼不行就讓他帶着孩子來我這兒唄，就是你倆現在還是一個異地的狀態是嗎？朋友不是介紹嘛，他是焦作的，我是鹤壁的。我現在單身，我帶幾個兒子嘛，他想讓我帶着我兒子，然後就是去他那邊。但是呢，我這邊的話，我孩子今年剛上5年級嘛，而且我這邊有個服裝店，因為他的兒子大了，22歲了。然後現在當兵，我覺得你那邊負擔也不是特別大，但你那邊牽絆的人也不是特別多。我想讓他來我這邊，因為我這邊有房有車嘛。但是他就覺得，他不想來。為啥你不想去呢？因为我母親不在了，現在就剩我爸爸一個人，還有呢，我一個妹妹已經成家了。妹妹成家，人家不可能說一直照顧父親嘛，對不對？而我呢，對，我兒子當兵了，1年呢就回來看我2次吧。你說兒子也不在家，你說讓我去哪裡，我都感覺這個不太適合。老父親幾歲了？今年70了。身體不好是嗎？身體是好，身體好。你看我當兒子，俗話說百善孝為先嘛。我媽媽不在了。但是我說了，老父親這一會兒他身體挺好的。到時候我的孩子到時候今年5年級，到初中畢業之後，如果住校的話，咱再去那邊也行。現在就剩我父親，您不行的話，你帶着兒子過來我這邊不行嗎？他帶着孩子過去，孩子還涉及到轉學的問題，適應新環境的問題，孩子折騰起來不容易呀，他不聽呀。另外，你還剛才講有一家服裝店，是吧？對，我還有一家服裝店，然後我就說，你看他要讓我去，而且讓我把店，你肯定我要轉出去。所以就這個事兒，你倆現在就是爭執不下的。他讓你去，你讓他來，但是現在都沒有達成協議，對吧？對。好，這是第一個問題啊。還有什麼問題？你覺得是阻礙到你？其實我是有2個兒子的，你知道吧？我2個兒子，我老大呢今年就18歲了，跟着我前夫，學費我沒管過，但有比如買個手機啦，買個衣服啦，平常零花的話我都給，因為我這邊經濟還可以。但是他的這一塊呢，就是不想讓我管，他就說那個啥吧，你看法律上是你這個老大是跟着他爸爸的，老二是跟着你的，他不想讓我管我家老大。咱不說我這個條件好與不好，因為我不可能因為我就是離婚了，然後不管我兒子，或者我跟你再結婚了，我不管我家兒子，這個肯定是不可以的。因為我畢竟是一個母親，而且他現在還有個啥問題呢，就是他想讓我們結了婚之後，他是想要個小孩兒。我的意思就跟他說啥吧，我說你看我今年都39、40了，而且我有2個兒子，我感覺我已經很累了。然後又雖然老大是跟他爸的，但是你看我這邊不可能不管，到時候他要結婚了什麼的，我不可能不出的。咱不能因為我們2個離婚了，這個孩子以後咱都不管了，咱也做不到，因為畢竟就是自己的孩子嘛。
因為啥？你听我說，也不是那個孩子你不管，因為我感覺吧，那是你前夫的責任，是他自己的孩子。你現在我感覺你管的有點太多了，因為你現在你們離婚了，當時判的時候是孩子歸你前夫的，對不對？歸他前夫，但是這孩子也是他的孩子呀。離婚只是解除了夫妻關係，沒有解除母子關係和父子關係啊。那但是他前夫呢，就是不管孩子。那你說他不管孩子，我們兩個就是耽誤這個，他也是在吵嘛。他不是說不管，他就是说，比如學費是他爸爸就是管，生活費是他爸爸管，就小孩的衣服啦、手機啦。前一段時間我給他報了個駕校之類，都是我出。他不是介意你跟前夫聯繫吧？他不是介意聯繫，他就介意就是我不想讓我管我家老大。哦，就嫌你掏，說白了就是嫌你掏錢，對嗎？對，這個錢不應該你掏，你覺得這些都應該是前夫的責任，是這意思是嗎？本來就是他的責任嘛。我感覺吧，掙的錢都不是大風刮來的，對不對？你要是保護咱們以後，咱们也要結婚。他現在關鍵我倆還沒結婚，他就開始不想讓我管我孩子。那你說老師，我如果真的要跟他結婚了，你說他要真的不讓我管孩子，因為這件事情，我想再去跟他生氣。你說我頭婚是這個樣子，我如果二婚，如果孩子這個樣子的話，然後如果再生一個小孩的話，我覺得這個我會感覺我更累。所以現在說到這兒已經好幾個阻礙了。第一個是你們兩個人沒有辦法確定未來在哪兒生活，對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你們兩個人結婚之後，對於是否要再生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是持不同觀點的。對。第三個是男方對於判給前夫的孩子的這種的支援和支持，他是不同意的。這還是沒結婚，那結了婚之後可能控制的會更嚴重一些，對吧？以後的事情不是更多嗎？就是他想讓我跟他再生一個孩子，對吧？他覺得就是我們都是二婚，必須有個孩子，就是感情更好一點，保障一點。但是呢，我的意思，你看他今年45了，我今年39了。比如說再生一個男孩，你一個男孩，我2個男孩，再生一個男孩，咱4個男孩。而且他的工作也不是說就是工資特別高，他兒子22歲了，再過2年就退伍了，回來人家肯定24，我不結婚嗎？他結婚了，如果說他結婚了，我倆也結婚了，他讓我要一個小孩，那你說他的兒子結婚了，如果人家也要有小孩，那你說到時候是我這個婆婆是照顧媳婦呢，還是媳婦照顧我？哎呀，你想太遠了。那你這個問題你得考慮呀。不是你考慮，你首先呢，我想着嘛，我們2個是二婚，對不對？如果說沒有自己的結晶，我感覺這愛情是長久不了的。如果說沒有孩子這個牽連，我就感覺愛情是走不長遠的。就是我如果生一個的話，誰來帶？你這邊沒有媽媽，對吧？對。然後就是我這邊，你知道吧？我也沒有我父母，所以說你看，沒人幫我們帶，我們在要這麼多孩子，而且這麼多壓力。先生有工作嗎？有。現在是什麼固定的工作？朝9晚5啊，還是靈活一些的？朝9晚5。從事什麼行業？一個企業的一個小主管。你們倆人這個問題不是在要孩子上啊？不是，你們倆現在是不在一個城市的這個問題還沒解決呢，所以你們想那麼遠幹嘛？是，要不然剛才我說想得遠嗎？還有其他的阻礙，還有或者其他意見不統一的地方嗎？有，前段時間有個閨蜜，人家也是二婚帶一個女兒。我說你看，我朋友那個阿慧，人家就結婚了。然後她說那個二婚那個，我說對。然後我說那個彩禮人家18萬8，人家那個婚禮辦的也特別好。然後她就隨口說了一句，都是二婚吶，還帶一個孩子，然後都還要彩禮18萬8。如果家長的話得賣女兒，如果現在自己都二婚了，你就賣自己。她說我覺得吧，就是二婚的話，就是哎呀10萬塊錢走個形式就行。那我這試探性問過了，然後她說這個話，那我當時我心裡反正有點涼，我就有點不開心。但是我說的也沒錯啊，你說咱們2個都這把年紀了，對不對？還像那個小年輕嗎？我感覺這10萬塊錢都差不多了，對不對？那人家18萬8都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我兒子回來結婚，婚房婚車不是都得需要錢嗎？對不對？你說咱倆都這把年紀了，你要18萬8，是不是有點多？那我覺得人家都行，我為什麼？人家配，難道是我不配嗎？他還是在家全職帶孩子，我還是有自己的店，我還是有我自己的能力的呀。我一年也挣啊。先生，那兒子結婚的彩禮大概多少？也就是18萬。剛才他說18萬8，对对对，就是你也知道18萬8結婚應該有的彩禮是吧？对对对。那幹嘛跟這個女士結婚就得10萬呢？我感覺走個儀式就行了吧？那你就是這個意思，就是我不配唄？不是，我沒有這個意思，我感覺。但是你當時你知道吧？是吧？你當時說那個話的時候，你知道我當時聽過之後很心寒，真的。哎呀，這婚吶，
先放放吧。這婚再說下去，估計一會兒就得崩了。哎，你们2個人在戀愛的過程當中在一起多長時間了？現在在一起有8個多月了吧？8個多月啊。哎，這感情怎麼樣啊？感情的話，其實我們倆就是異地，就是平常其實1個月也就見個1、2次面，就是有時候他來找我。平常我們都是視頻聊天。视頻聊天。所以其實見面在一起相處，實際相處的時間不是很多，對吧？不多。你們2個人對彼此的信任怎麼樣？他這個人有一個特別大的毛病，他就控制你，就是幾點到店，你要跟我說一下，你在家幹嘛，到店裡幹嘛，晚上幾點下班？正常我是9點下班，早上8點半上班。你下班之後你要跟我說你下班了回到家了，在路上的话你要是跟我说你在路上，而且他跟我打語音的话我必須要接，打電話我必須要接。就是有時候如果我店裡有顧客，我就把這個語音給他掛了，對吧？因為不方便嘛，一直就拿那個炸彈轟你，然後就說。不是因為啥？你不要那樣說，因為我是心疼你，在乎你，大晚上的一個人出去，首先你是個女孩，安全不安全？大哥，我說的是白天的時候你是這個樣，你不是光晚上。那問題你就是晚上那個啥嘛，經常不回家嘛。我晚上的時候，我下班的時候，我比如說我是店的是9點下班，但是如果那會兒正好有顧客，我不可能說來吧，那個姐你走吧，然後我們今天9點下班，那這是不可能的，對不對？因為我是服務行業，他到點兒9點就會給你打電話就問你下班了沒有。先生，你不放心他啥呀？這個我說實話，我特別喜歡他，我不想讓他受苦。但是你這個喜歡讓我很累。你上一段婚姻為什麼結束的？上段婚姻3觀不合吧，說不到一起。你倆現在你覺得3觀合嗎？我感覺我們2個現在的感情啊是沒有一點點啥問題的，對，就是中間，包括。但女士覺得你們倆3觀合嗎？我覺得不合。你咋能說不合呢？因為你感覺合，但是不代表我感覺合。你說每天就像監視一樣，下班給我報備，到家跟我說，如果你打電話我沒接的話，你就開始就是炸彈轟我不行吧？你還會說啥吧？那個你為啥不接電話？我要說下班了在路上啊，那你給我拍個照片。怕他被別的男的搶走，有沒有這個意思？有，實話實說。然後就得盯緊一點，然後你還沒時間去找他去。對，所以因為我們相差300里嘛。再加上開店賣服裝是吧？人來人往的，萬一有個男的聊看對眼了，他跟人好了，你覺得可惜了，是不是這意思？有，你看对吧？咱說到明面上，說到徹底一點，就是沒有信任感。不是，他太沒有信任感了，對我。哎，那你對他有信任感？看你說起這個了，我也很生氣。然後那天呢，就是他來找我了，晚上就是11點多，我們倆在街吃完飯之後回家了。就準備睡了，11點多了，有個女的給他打電話，當時我不知道是個女的，他當時沒接，就響了好幾聲之後，我說你咋不接電話呢？然後他就磨磨唧唧拿起那個電話就去接了，接了之後裡面有個女的就說那個，你在哪兒呢？我來河北找我對象了，我跟我對象正在一起呢，剛吃完飯，他是這樣說的。但那個女的就說那個啥吧，那行，那你回來之後給我打電話吧，我找你有事兒，怎麼他倆又磨磨唧唧說了好幾句。他掛了電話，我就問他了，我說那個誰給你打電話？他說是我。那本來就是個朋友，還是個一般普通的朋友，普通朋友有11、2點給你打吧，而且電話裡面分明就很曖昧，好嗎？還讓你回去找他，那他咋不讓你半夜去找他呢？你想想，我還是同着你接的電話，我說我現在我在我對象這裡，對不對？你就這樣開始懷疑猜測。換位思考一下，如果是我，咱倆在一塊兒，半夜有一個11點有一個男的給我打電話，那你把他崩了我。也不是這個意思吧？我感覺這朋友是啥朋友啊？就是一般很普通的一個朋友。有多普通啊？就是我們單位的一個女同志吧，報備公休，然後呢，我就跟她說，我說等我回去再說。她說行吧，就這樣，她就開始一直懷疑。你是他的領導哈？對，他是。那為什麼有下屬跟領導說你回來找我吧？對，就當時就說這句話。哪個下屬敢跟領導這麼說話呀？因為我這個人性格比較開朗。你再開朗，這也沒有這個樣子啊。哪個下屬跟領導說，領導來，你回來找我來？沒這麼說話的。對呀，但是有一點。他首先告訴那個女性，我在鶴壁對象這兒。對，我認為這是在遞信號的。對呀，這不就燈下黑嗎？你別亂說，我在跟我對象在一塊兒呢，直接那些下屬有什麼事情不就完了嗎？我當時就是這樣說了，我說你就是故意把這句話說給人家的，反正我就覺得女人第六感嘛，我又不憨又不傻的。那要是如果你真的像你說的這樣的話，那你就把你這個朋友叫上，咱倆就見一面，然後我就覺得咱倆沒事兒。讓人家老公知道了，或者怎麼不是沒事找事嗎？他現在讓我知道了，讓我不開心。既然是朋友，
叫上她老公，把你女朋友带上，你们两家一起吃个饭怎么样？可以，这个没问题。啊，我说了啊，但是他说了，他说没必要。哎，刚才他不是说可以吗？一开始你说光把这个女的叫出来，然后老师让把这个老公叫出来，我说我愿意。一开始他不是这样跟我说，他说你把这个女的约出来，我見一下。我說不行，你幹嘛見人家？你是以為他只讓叫這一個女的出來是吧？對，但是你這種回答，你自己出主意說，那我把她老公一塊叫着，咱一塊吃多好呢？你不這麼說，你說叫人女的，你來一句沒必要，她正是敏感的時候，這不是你自己給自己惹禍的嗎？他當時說的時候語氣你都不知道，感覺就是我無理取鬧。就是剛才老師說了，要不然把她老公一起約出來，這個我願意，我肯定澄清我自己，省得你每天疑神疑鬼的，真的。今天你們兩個人誰要來呀？我。你要來的呀？您來的訴求是什麼呀？訴求就是說，我們兩個你看啊，馬上快結婚了，對不對？就單位剛才。是你認為你們快結婚了？你非他不娶嗎？哦，非他不娶。你非他不嫁嗎？不一定。你看，我就想問這個嘛。對呀，好來，你剛才再說一遍。你覺得哪都合適，不代表我覺得哪都合適。我就覺得我就是在你面前，我就不配那18萬8，對不對？你媳婦兒就可以，我就不可以，對吧？然後還有生孩子這一些問題，你覺得不是問題，但是在我這都是問題。那當時如果說你不願意的話，為什麼給我交往7、8個月、8、9個月？你在玩我嗎？這些問題是後來出現的。請幾位老師幫我到底該怎麼做？我真的拿不定主意了，現在。好，想嫁的心佔%多少？就心裡有多少程度是要嫁給他的？100分滿分多少分想嫁給他？說實話，真實感受。看着我。不用老看。不是，先生，你幹什麼？你怎麼還敢在台上威脅人家呢？他就是在家裡這個口氣啊。他不是威脅，他是用那個眼神。不是，什麼叫？不是。他剛才好幾次了，你再說一遍。然後又問你看着我，不是魅力，你就說，你說他在家打電話都這個口氣，他就是讓我感覺心裡很不舒服。100分多少分想嫁給他？50分。哇，那比我想象中高哎，50分啊！一半。如果眼前的這些問題解決了，多少分？80分啊，解決。關鍵是解決，怎麼個解決法呀？對吧？問題在這兒啊。那接下來我們聽聽老師們怎麼說啊？口口聲聲說愛這個女人，但是你看。在這樣的大庭廣眾，居高臨下，咄咄逼人，已經有點威脅的語氣了。對，我認為你們兩個人走不長遠。你願意為他妥協嗎？我記得沒錯的話，焦作到鶴壁只有130公里，對吧？300里，按您的脾氣，按您的這樣的高高在上，絕對不可能，對吧？對。但是他不離開鶴壁有他的道理，他自己的生意在那裡，2個孩子土生土長在那裡。另外，假如你們2個人走進了婚姻，如果說再要一個孩子，他會愧對自己已有的2個孩子。另外，他確實力不從心，他對你們的婚姻的信任也並不高，他的期待值也並不高。你說2個人又在異地，你只靠這樣的遙控監控能獲得他的芳心嗎？恕我直言，你們2個人如果還想走，最多半年，不用我們說，你們自動就分了。所以我建議你們遲分不如早分。咱甭管小不小，您不用強調啊，多少是個小領導，對不對？能放棄自己的工作嗎？別猶豫。第二，能帶着父親就當旅遊當度假，才100多公里，經常去這邊嗎？或者一塊換一個城市生活，能做到嗎？做不到吧？好，能不能換位思考想一下，你都放棄不了你的工作，帶不了你的父親去那個城市，憑什麼要求人家把店賣了，然後把孩子轉學轉到你的城市？你要說你能做到，我可以辭職，帶着我的父親跟你一塊生活。你們倆，他說你要能，我也能，你們倆就可以選擇在哪個城市，你收入多就去你那兒，你收入多就去你那兒。但你們倆明顯誰也不相信對方，誰都想自己有的才是攥在手裡的。你不讓他管老大，對不對？我感覺那是父親的責任，對不對？肯定的，是沒錯吧？對。那小的他應不應該管呀？那小的他肯定應該管，他應該管吧？對。小的幾年級了？
今年第5年级。5年级了，马上上中学了。你让他换一个城市，换一个环境，重新认识同学，重新来啊！当时我跟他说了，我说孩子这方面我来找学校，我都跟他说过。这不是你找学校的问题，你根本就没在乎过人家，你只觉得他，我看对眼了，我喜欢，我拥有他就行了。他们家现在情况能推就推，老大也别管，然后老二你就过来，我给你安排了。你不得考虑他的實際情況，兩個人一塊克服困難才能走到一塊嗎？那你告訴我，你連困難都不主動讓步，或者幫他一塊想主意，讓他得到一個安全感之後來解決問題，你憑什麼張嘴就說非他不娶？那不跟土匪搶媳婦有什麼區別？我更支持兩位在各自的城市發展，各自維護好自己的生活。如果覺得兩個人互相還是個依靠，你可以開車找他去，或者他可以開車找你去，兩個人先處異地戀，真正先坦誠的溝通，再決定要不要結婚。反正現在狀態不太適合結婚。我說完了。好，謝謝曹老師。倆人之間沒有愛，是需要。哇哦，你需要什麼呀？你需要家裡有一個女主人。這個女主人過來幫你伺候你爹，沒有幫你生個娃子。那個當兵去了，跟你可能關係也沒那麼近了。你這一個人單身單的有點寂寞難耐了，有那麼愛嗎？沒有那麼愛。說白了，我再說點現實的問題，你倆一個月就見1、2面，9個月一共見起來見了18次，有什麼愛呀？而且還有一點。上一段婚姻為什麼結束？搞清楚了嗎？他說是感情不合。感情不合怎麼個不合法？因為什麼離的？這些事兒不打聽清楚嗎？怎麼能憑一個人上下嘴皮子一碰就全信呢？他為什麼對你如此的監視？還是他一直對女人就是這樣，從監視到控制，然後接下來是什麼？他在台上幾次對你說話的那個語氣和威脅的感覺，你不害怕嗎？我坐這兒我都害怕。怕呀，所以我就沒做決定啊。所以你為什麼還要在一起呢？我說過要分，但是他不同意啊。這才9個月，就已經連分手的自由都沒有。一個男人啊，讓你跟自己的孩子斷絕關係，要求你為他再生一個。要求你帶着孩子必須要投奔他，所有的行蹤要監視，他對你提出的所有種種的要求，他有要求他自己做什麼了嗎？沒有。還不跑啊？所以他每次跟我說要結婚的時候，別再解釋了，剛從火坑裡爬出來又往裡面跳啊，還不跑嗎？跑。就這樣。為啥選擇他跟他在一起啊？你知道你喜歡他什麼嗎？你們有一種非常典型的交淺言深的感覺，就這樣。你們倆其實也都不是很熟哎。其實也，你說我們是天天就是視頻，但是見面卻就像剛才老師說的，這不像養了個電子寵物嗎？那不就是這樣嗎？他有很多理想的東西，但是他也不希望自己的那個幻想被打破。但問題是，大哥，這個女的她就不是你適配於你的那個理想狀態的人。但是我就喜歡她。你的喜歡太盲目了，就是這個歲數了，不能盲目的去喜歡。你要麼，如果你要喜歡她的話，你就要尊重她的需求，聽她的訴求。這個世界不是圍着你轉的。其實大姐也是，就是當你第一次知道她的要求你做不到的時候，你就應該毅然決然的跟她分開，而不是一直磨磨唧唧到現在。所以他才會問你一句：9個月了，你現在這樣，對人家來說，你看他把他的時間成本看得多高啊！你的時間成本也是成本啊。那我覺得你倆其實沒什麼好聊的，分手也就痛那一陣子啊，在一起那痛苦一輩子。謝謝。算計裡談愛，雙標裡談忠，結論就是虛情假意。我知道你看上這位女士什麼？唯唯諾諾。你說看着我的眼睛，他立馬他的語氣就能弱你半度。女士傻在哪兒呢？拿這個所謂彩禮驗證他的真心，哎，可惜驗就出來了，給你打折了，對嗎？對，所以這些事實都在說明一個問題：他之所以不能愛屋及烏，
那就根本就不愛这个屋。他只是在权衡利弊，觉得你好掌控，你越好掌控，他的自私就越会放大。未来你会发现，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当然还有他的孩子。你及你所有的你爱的人都不会纳入他的考虑当中去。想和你生一个娃，不是因為你們是愛情到那份上的結晶，而是要控制。因為他發現你有一個非常好的優勢，就是你很愛自己的孩子，你很有責任心。對，所以他就能夠控制住你了。趕緊走吧，是吧？這8、9個月，我覺得你也算是有這經歷，因為你完全沒有從那段失敗的婚姻裡找到你應該吸取的教訓。所以你要學會在自己的生活裡頭去掌控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草率的交給另外一個人。我們就不要同樣的問題再去重蹈覆轍了。行，我知道了，老師。別怪我們啊，先生。沒有我們就事論事。我們就事論事啊。好，來，請我們兩組嘉賓交換位置。本期第2對情感嘉賓，郭先生34歲，來自吉林，工人；江女士27歲，來自吉林，護士。他們遇到了怎樣的感情問題呢？這段婚姻最讓你寒心的原因是什麼？他跟前女友不清不楚的，我都懷孕了，他還打電話騷擾我。結婚以後呢，還跟異性不清不楚的，我實在受不了了。家裡日子過得緊張，你覺得問題出在哪？我結婚以前無債一身輕，就是為了和他結婚，我才欠這麼多的。現在他還給我們全家都買了保險，簡直就是雪上加霜。結婚這麼多年，什麼是你一直很在意的問題？他去我媽家總是空手，還不幹活，走的時候還拿一堆東西，覺得太沒分寸了。你覺得和他相處哪些方面還需要磨合？他脾氣太暴，動不動就翻臉，就是根本沒法好好相處。你倆是已經結婚了哈？對，我倆一起結婚了。結婚多少年了？我倆結婚7年，3年8年。有孩子嗎？有。孩子多大了？大的是7歲，小的是4歲。男孩女孩啊？2個女孩。今兒你們倆誰要來的呀？我要來的，主要是覺得跟他在一起沒有安全感，然後他責任心不夠強。因為我倆認識的時候是他媽媽住院，當時認識的時候他有女朋友，然後他追我，我說的你有女朋友，我說咱倆不能在一起，因為這個是原則性問題。過了1年吧，他說他倆分手了，既然都分手了呢，就咱倆試一試。然後在試的過程中，我發現他倆不僅沒有分手，而且還訂婚了。那不是他死皮賴臉找的我，也不是我找的他呢。為什麼還訂婚了呢？我之前在南方工作嘛，他家是南方的，然後呢，他想讓我去他們那家生活，然後我想讓他來我那邊生活，最後就是因為這個問題就是黃了。那會兒是已經訂完婚了是嗎？對，那時候都婚已經訂完了，那我倆在一起都之後了。他說他倆黃了，那為什麼你倆還在一起聊天呢？那他找我也不是我找他，這個是後期我倆都已經結完婚，包括有孩子了之後，他還是一遍一遍的打電話。前女友知道你們倆結婚了嗎？他知道啊。知道你們倆有孩子嗎？知道啊。最可氣的是，因為我生我家老大的時候生病了，重度子癇，眼睛看不見了。他前女友就給他媽打電話呀，為啥不給他打電話？是因為我呼叫轉移了呀，他每次打電話都是我接的呀，所以他給他媽打電話，問我生了嗎？怎麼樣的？怎麼樣的？後來他們就出去接的。那你母親這態度也不太對呀，應該說你別打電話了啊，我有兒媳婦了，現在給我生，你別給我打電話，你就應該是這個態度啊。那怎麼還出去還聊上了呢？那不就是人家正常問我，那咱也不是那種沒有教養的人，說啊你就別打電話，那就正常告訴他說我兒子也生了，完了也怎麼地了，就是你就再別打電話聯繫了。對，你這個算啥？這個都是過去式了，你也是都是知道的。那過去式了，為啥一遍遍給你打電話，你還告訴他，那你來吧？跟他就是開玩笑，那你也不是不知道前因後果，我不是花了人點錢嗎？那你說咋說？他給你花錢了，那你倆處對象的時候，那你就算得這麼明白？不是，那不後期分手了，人家不是給我花的不是多嗎？那給你花的多，那為什麼上你這兒來管我要了呀？那你不跟我結婚了嗎？我前男友管我要錢，你給呀？現在還有聯繫嗎？跟這前女友？沒有，沒有了。只不過這個事兒對你來說，在你心裡面是個疙瘩，對吧？對。哎，好，來，接下來再往下說，你為什麼還沒有安全感？
就是我俩登记的时候，登记当天，我让他去把那个登记的照片洗出来，然后呢，他没有洗，告诉我咱俩去边上随手照一张。我说那咱俩都已经精心準備的那張照片，我說你為啥不給我洗啊？他說那不隨便嗎？我忘了。非得就是拍婚紗照的時候照那一張，照那2張相，完了非得讓把那張相洗出來。我說那附近跟前沒有，完了還着急登記，登完記咱還都得回去上班。他就不幹啊，就不行。我提前4、5天告訴你的吧。那我不忘了嗎？忙嗎？那不忘了嗎？那你不是沒把我說的話當回事呢？那完了就開始耍脾氣，自己上車站就要走了，就要回家。然後那你不是也沒哄我嗎？最後領了嗎？那天領了。領了怎麼領的？把那張照片洗了。又重新洗的。還是洗出來了。還是洗了。這事兒也心裡記下了是吧？那這個結了婚之後，你跟婆婆他們關係都挺好的哈。對。她跟你媽媽這邊關係怎麼樣啊？她跟我媽媽從我倆處對象開始，第一次去我家就每次都是空手去的。然後呢，空手去的不說，回來的時候裝一後備箱吃的回來。咱倆處對象的時候，我就跟你講過，我說就是不管是去你家也好，去我家也好，咱們到鎮裡，咱們就給家裡打電話，問缺啥找啥，咱就買啥。就是去他家一樣，去我家一樣，每次打電話啊，我這個不缺，那個不缺，有時候都是說不缺東西，那不缺東西那咱就不買唄。那你說買完的東西沒人吃，沒人用的，還得給你拿回來，何必呢？那我家缺錢了，你給拿錢吧。那你看，那你這不是你這麼多年去回你爸媽家，從來都不給爸媽買東西嗎？從來沒有過。那去他們家買嗎？去他們家，他也是問缺啥。你會買嗎？我會。他媽吃的醬啊，我也是整箱買。柴米油鹽呢，我也是會買。反正是不會空手回去的。說白了，你比他懂點人情世故，對吧？中秋節上我家，你就家裡邊還有親戚呢，直接就空手進的屋啊，然後上我們家連活都不知道幹，跟我媽說那個媽呀，我想吃餃子了。我媽凌晨3點多2、3點鐘起來吃的餃子，結果人家8點多起來吃倆餃子。那不是剛起來沒啥胃口嗎？那你沒胃口，你別告訴人家包啊。這男人屬於在婚姻生活當中沒啥大的情商那種。說他沒有情商，那他過生日的時候，他提前1個月就管你要生日禮物啊，媳婦生日禮物你給我買了嗎？我還有1個月過生日了，結果呢，結婚7年了8年了，我連幾號過生日他都不知道。我咋不知道？現在我還不知道。前幾年你知道嗎？你媽提醒你，哎呀，兒子呀，那個你媳婦要過生日了，你給你媳婦準備啥沒有啊？哎，那我問問，送過你啥禮物嗎？對，沒送過，8年都沒送過禮物呀。你送他什麼了？我送他的手機呀，什麼他需要什麼呀，各種禮物。你說我給他選，我說給你買件衣服，不行，我買那玩意兒人家不相中。就我買完了，人家都要麼就退，要麼就那就折現吧，不相中。我買個口紅，你告訴我你也不化妝，你買口紅幹啥呀？口紅都讓孩子給禍壞了。那禍壞了，那是孩子禍壞了，那我不代表我不想再要吧？那我再買一個不可以嗎？上2天他告訴我，他同事過生日，是一個女同事，告訴我他要給他女同事送花，那你說我聽見我能開心嗎？你從來沒送到花。我從來沒收到花，然後呢，結果人家女同事過生日，他要給人家送花。不是，那你說他送給咱一個挺貴的東西，那你說咱送啥呢？我也不知道送啥，這些年我也沒送過東西。你知道花代表啥意義嗎？花我就覺得沒啥用啊，不實用。他能不知道什麼意義嗎？不看是什麼花嘍。所以他說的沒有安全感是一個是前女友這事兒，他結了個梁子，接下來就是給同事送，給女同事送花。給自己老婆什麼表示都沒有，還有啥讓你沒有安全感的事兒嗎？他跟一個女的聊天兒，那女的應該也是離異的吧，然後呢，那女的給他轉1000塊錢，然後還要給他買手機，問我媳婦兒我能收嗎？然後不是為啥要給他買手機呢？就陪你唠嗑啊。就是正常我陪他聊天啊，我陪他聊天他就給我錢呢，他給我錢我不是在掙錢嗎？這是什麼工作？這什麼工作呀？我想問問，怎麼沒人給我買手機呢？就是在網絡上認識的一個朋友。你是做主播呢，還是做陪聊呢？就是算是陪聊吧，算是就是我跟他倆正常聊天，聊他的一些過往，然後我這邊也給你開導他。對，就是看正常聊天。我說我手機壞了，他說那我給你轉1000塊錢買。我說1000塊錢能買啥手機？他說那我給你買個手機吧，他錢給我轉過來。我問他我說你能不能收？就正常我倆的聊天記錄。或者是我倆視頻聊天的所有的截屏，
所有的錄屏我都給他看，他把每一筆錢轉給我，我也給你，對不對？你看正常聊天，我倆就聊半個小時左右，100塊錢，他就給我發過來了。哇，你還有這個清刷啊！我之前就跟他說，我說我聊天得收費呀，要不然我還得幹活呢。你為什麼要跟他建立聊天的關係呢？是他在跟你聊天前就說好了，咱倆聊天，我付你錢。因為我鬥地主比較厲害嘛，然後也是通過鬥地主認識的。他說我鬥地主鬥得好，然後他也想讓我幫他鬥地主。平常空調，因為這時候就沒有季節了，完我就平常跑出租車。然后那跑出租車有時候你看那我是需要挣錢的嘛，因為我挣錢得養家還要養孩子嘛。那我說那我聊天得收費呀，那我不能跟你聊天我不掙錢不養家呀。他說沒事，我給你轉。你就說多少錢吧，我說那半個小時給100或者給200的，就這麼正常唠完了人給錢。不是挣了這女客戶多少錢？1-2千塊錢。那現在說明聊了還不短時間。现在不聊了，他不讓吗？我就觉得这个钱不干净，不应该挣。没见過面。他没告訴你，你去找他嗎？去他那塊旅遊嗎？我哪有功夫去他那旅遊啊？錢沒到位吧？到位了是不是就得去了呀？那可不，到位了錢不就去了？你就說你給我定的家規超過12點，那就屬於夜不歸勤。我都沒超過12點回家過，你說我咋去？你沒超過嗎？你跟你朋友出去吃飯去，你沒超過嗎？那不也領你嗎？你領我了嗎？是當時結婚之前瘦的好看，領着。現在咋的？嫌棄我胖了，然後呢不領着了。我哪兒嫌棄你胖？人家都領着媳婦兒，人家都領着孩子，然後呢你說孩子小，孩子鬧騰，那孩子對呀，孩子小，因為孩子第二天不還得上課呢嗎？那上課我都沒嫌累呀。我也沒嫌棄你胖，我啥時候嫌你胖不行，我養出來的嗎？你不領我不就是這個意思嗎？我可沒有這個意思。誰管孩子管得多呀？我管，他完全不管。家務活誰幹得多呀？我給孩子做飯洗衣服，然後屋子是我不收拾。那他就不收拾屋啊，就是孩子衣服或者他衣服是誰的衣服，就是我故意的呀，就是你不收拾他也不收拾是嗎？他不收拾啊，他都明知道我過敏，我收拾衣服過敏，他都從來都不會幫着我。之前我收拾屋，他嫌我收拾屋太晚，影響他睡覺。那不晚嗎？你說我早上6點鐘出去，我晚上10點鐘回來，那你說我10點鐘回來了就睡覺了，幹一天活了，那你非得10點多鐘叮咣的收拾東西，那你說我能睡着覺？那我下班幾點了呀？我4點半下班，領孩子上課，給孩子做飯、洗衣服，那不是時間嗎？那我甚至於我吃飯的時候都8點多了，我8點多、9點多收拾屋子，我不正常嗎？既然嫌棄我那啥，那我就不收拾屋子了唄。是，那你看孩子，那我不收拾屋子的時候，你又說我不收拾，說我懶，怎麼樣怎麼樣的？那你倒幫我經過孩子呀。孩子上課只有周1、周4，那咱們周2、周3、周5的時候，咱們進屋了，孩子不洗澡嗎？不給孩子收拾嗎？都是2個小姑娘。那你這還能天天洗嗎？那一天一個就夠我收了吧？咱屋子就這麼大，80多平，歘半個小時空啥都收拾完了，那就非得。我是不是得等他倆睡覺了才能收拾？那8點就睡覺了。多能霍霍呀！是，那8點就睡覺了。你不幹活，你還在這兒指手畫腳，你怎麼好意思？你一個大男人。就是每當晚上回到那個家，一進到那個屋門，就是什麼都是亂的。那你收拾啊？我也收拾，就是我今天收拾完了，第2天還是這樣。那家裡有孩子的家，誰家不是這樣啊？我們家有倆孩子，你知道我們家幾點收拾屋子嗎？他們倆全睡了，9點多、10點多，不是我就是我丈母娘，我們屋裡靜悄悄的，把玩具收好，把衣服拿起來收進廁所，都得半夜幹呀。他不會的，有孩子家不就這樣嗎？你剛才那話說，那咋還天天洗呢？孩子可不就天天洗嗎？因為現在大的都7歲，小崽都4歲了。7歲他也不能自理呀，他剛剛上小學，早上我還得給起來做飯。你想讓我早上收拾，那你想讓我早上幾點收拾啊？接送孩子誰做啊？接送孩子全是我，孩子穿什麼、梳頭洗臉全部都是我。我白天我還要上班，你一人得顧倆是吧？對，我一個人顧倆不說，我還要上班，因為護士嘛都是有夜班的。我遇到一個很好的護士長，我的夜班是都給我串到周6，因為周6孩子不上學。我周6夜班，周5送回去，周日下夜班，我得回去幫他媽幹活，然後我再把孩子接回來，去他家得1個多小時，他都沒說的媳婦兒，你那個挺累的，今天你別開車了，我開車給你送回去吧，他都從來都沒有說過這一句話，沒心疼過你唄。對。
這男士在小票上面說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說什麼结婚以前无債一身輕，說就因為跟他結個婚，欠了一屁股債，這是什麼情況啊？我倆呢，每個月大概賺8000左右塊錢，車沒有貸款，還房貸呢是綽綽有餘，然後養個老大也綽綽有餘。因為我媳婦兒當時生老大的時候有那個子痫嘛，然後就開始給全家，包括他父母那邊加上我父母這邊，開始全部買保險。那我倆沒有掙到那些，那你買保險，那導致我倆就是開始透支，搞得現在就是已經入不敷出。那你总是这样说，你说買保險你賴我，那你爸爸是那個意外去世的，那你沒用上嗎？人家保險沒給你錢嗎？現在你們欠了多少外債？大概60-70吧。這個外債主要用在哪裡啊？有這麼多好欠的嗎？有車貸，有房貸，這60-70裡邊連房款都算裡邊了，是吧？對，他把房款算裡了。房款就剩8萬，2台車的貸款大概是7、8万塊錢。那這已經16萬，28、16，對对啊，剩下的都是一些透支卡，信用卡欠50-60万啊，差不多。所以是不是老因為這個事兒吵啊？對，就因為啥呢？因為剛開始咱們就是能正好夠生活，但是後期呢，就是這個東西咱們已經入不敷出了，每個月都在入不敷出。我最後問你倆一個問題啊，你們倆今天不是奔着分來的，對吧？對。你需要我們怎麼幫你？就是這個責任心的問題，再一個他能幫我救活孩子，因為我覺得我也挺累的。那我們接下來聽聽老師們怎麼說。結婚這麼多年，從來不給妻子送禮物，竟然給其他的異性女友去送禮物、送花，你不在乎他，所以才會漠視。家庭不是一個人的孤軍奮戰，他是護士，要倒班，這麼累，2個女兒，1個家。他有時候為什麼不收拾？他說的很對，我是故意的，我就留給你。你呢？視而不見，家都顧不上，你還有時間陪這樣的異性去陪聊，還沾沾自喜，我1個小時賺多少錢？如果說他不及時發現，不把你從這樣的陪聊當中拽回來，可能人就陪聊走了。你不要以為這些是小事情，林林總總所托出的是一個男人在家裡自己要給自己尊嚴，自己要給自己的面子。我雖然賺錢不多，但是我能撐起這個家，打理這個家，這就是好男人。他盼望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好男人，要求不高吧？謝謝。你應該是那種以你的狀態，應該是跟你媳婦說，你看我棒不棒？我又能跟人聊天，我還能掙着錢，是不是？對，剛才我想了想，他其實就是應該這個思想。你說他真能幹點啥嗎？有這心沒那膽。但是你覺得你媳婦會高興嗎？同樣的待遇你給過他嗎？沒有。你給過他情緒價值嗎？還有一個，你過生日為什麼就要求他給你送東西呢？你怎麼就張嘴舔着臉要？人家過生日你怎麼就不給人家買東西？我不知道買什麼，你買束花。你看我这說到點子了，為什麼不買花？那玩意兒沒用。對呀，沒有用啊。那為什麼給別人買花呢？是的，喝的買花我都告訴我說，那你看给人買點啥呀？咱也不懂買啥呀。我說那買啥就買花吧，花也沒用。買花就得了。那这會兒怎麼不怕浪費錢了呢？那花放回家一天就凋謝了。因為那咱這不是人情世故嗎？人情世故就給買花，那你怎麼不給你丈母娘買花呢？人家丈母娘就因為你一句話半夜起來給你包餃子，是想讓你對她姑娘好，不是人家該你的欠你的，你就是不想花錢。除了你有目的想花的，包括你那個同事人情世故，你跟你媳婦有人情世故嗎？你覺得她該你的，因為她是你媳婦，她給你養倆孩子，她也走不了了。這旁觀者聽完都能聽出來你的話外音跟你的行為，想往下走。改變改變，往家上上心。你天天起早貪黑，是你自己選擇的工作，家裡沒說不支持，也沒說不理解，但是這個不是你回家耍橫的理由，不是你不參與這個家的日常的理由。你是倆女兒的爹，
俩女兒未來都要嫁人，他們在童年和成長的过程当中如此之缺父愛，那麼你知道她未來會找什麼樣的男朋友嗎？大叔型。為啥？因為他想找到那種爸爸的關愛，所以這樣的話，你女兒也特別容易被騙，因為只要一個男人稍微對她好一點點，她就覺得這個男人真的愛我。因為他的爸爸從來沒有告訴他什麼是真正的愛，所以你的嚴重缺位和你的不作為會影響到你兩個女兒未來的婚姻、戀愛。如果你希望看到你的女兒一次又一次的遇渣男，一次又一次的被騙，在情感上受一次又一次的傷害的話，那就請你繼續做現在這樣的父親。如果你不希望的話，你要讓兩個女兒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愛。你應該把鮮花給你老婆和你的兩個女兒。所以你的心思放錯位置，陪別人聊天，給別人送禮物，不是你該做的事兒。你該做的是想想你兩個女兒的未來。她們要是嫁一個男人像你這樣的，你覺得會幸福嗎？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心裡有答案。我覺得男士是一個非常講究利己主義和實用主義的人。就怎麼你的自尊為什麼可以是100塊錢、200塊錢，然後在破壞你家庭的情況之下，會去容忍這個事情發生？我覺得這個就這位先生，你的底線稍微有點低，而且我也希望以後類似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只要是傷害到了你妻子的事情，他就是來破壞你家庭的，這個跟你賺不賺錢沒有關係。然後還有，至於我覺得你老婆，你應該去給她提供情緒價值。我明確的告訴你，她已經撐不下去了。我跟你說，不超半年，如果這個情況不改，你倆一定會離婚，鐵離。沒有愛的家庭，那是什麼家庭呢？我就沒覺得你們倆現在你對他有愛情。謝謝。他為什麼買那麼多的保險？為什麼？他想買一份安全感，而一個男人就沒有給他足夠的安全感。我覺得一個女人不是因為找一個好男人讓自己生活好，而是先自己我們有尊嚴、有原則、有獨立，讓對方尊重你，讓對方不敢在你的底線上去折騰你，這樣才會有好的日子。所以現在我覺得你需要擺出態度，你得要是有一種狀態說你可以不需要他，你真的是可以不需要他，對嗎？兩個孩子都是你接送，這麼多家務都是你在做，所以你是可以走出來的。而他離不開你，他心裡知道你是塊寶，但是現在你得知道珍惜呀，別光說了，別光動嘴皮子了，咱得真正行動起來。你行動起來，這段婚姻還有可能挽救。如果說你還依然在這樣這種輕飄飄的、很輕佻的對待這麼沉重的生活的話，總有一天你會自食其果。就這樣。好，那接下來就請我們兩組嘉賓想想老師說的話，回到門後是否要出來，看你們自己的選擇，好嗎？那在開門之前呢，要提醒一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歡迎大家通過金雲 App、天津 IPTV 網絡電視、萬視達手機客戶端觀看本期節目。同時呢，您也可以登錄優酷視頻、騰訊視頻收看節目的完整內容。歡迎大家登錄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視頻號，並且添加關注。每天晚上8點到10點，我們會開直播，我們導師呢都會在線幫您答疑解惑，歡迎大家和我們連線。那接下來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第一組嘉賓他們是否會選擇出來呢？來。3、2、1，請開門。我想這個不會出來了，有可能啊，這個不會出來了，不會嗎？這個女朋友已經對，心知肚明了。我覺得這個男朋友肯定是想出來的，因為真的走不下去。我特害怕這男生拽着這女孩出來，還好这女孩堅持住了。看着我，跟我一起上進。你再說一遍，你看你這個咄咄逼人，這種戀愛怎麼談呢？
好啦，那接下来我們來看第二組嘉賓啊，這對夫妻他們是否會選擇出來呢？那開門之前呢，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同樣有情感困惑，想要來參加我們愛情保衛戰的各位觀眾朋友們啊，聯繫我們的方式非常的簡單，大家可以呢在微信搜索愛情保衛戰官微的公眾號、視頻號，也可以通過登錄抖音去搜索愛情保衛戰抖音的官方賬號跟我們取得聯繫。那記着，我們不收取任何的報名費，小心被騙。好了，那我們接下來開門看答案，3、2、1，請開門。我認為這個會出來，這個会出来。这個丈夫，你看他的笑容到最後已經沒了，消失了，真來了。对，這就說明他已經聽進去了呀。哇！哎，你聽完我們說這麼多話，你有啥想法？我能改呀，我能幫他經過孩子，能幫他收拾屋，這都不算事兒。但是我看你的眼神是，就後來越來越凝重，越來越凝重，這就說明你聽進去了，是吧？對呀。你意識到自己在婚姻當中的問題了嗎？對，真的意識到了。真的。行了，好了，美好發生怎能不看？接下來我們一起進入中國廣電真情時刻，好好抱抱你老婆。以後給誰買花啊？給老婆。以後跟誰聊天啊？跟老婆。以後給誰買禮物啊？跟老婆。還跟別的女人聊天嗎？不。請亮燈。還有一個，花能瞎送嗎？不能。哎，好，不管怎麼樣啊，希望今天這些話對你真的有點觸動，尤其是有2個女兒的父親，真的他會照着爸爸的樣子找男朋友，說到心坎裡了，對吧？你肯定希望女兒幸福嘛？我覺得女兒就是一個男人的命根子。我還想我的女兒天天早上跟我走，爸爸慢點開車，注意安全。對呀，對呀。然後以後倒在一個渣男手裡了。對呀，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不可能。哎，如果你想杜絕這種的不可能，你自己就得做到位，知道吧？哎，我最後跟你說一句啊，你不是說你不可能，你必須得變。2個女兒，女兒最後見着一個所謂的渣男，哎呀，跟我爸挺像的。就愛上了吗？挺没有安全感的。我從小就跟我爸這麼處，我不覺得他是渣男，但其實你已經反應過來了，很可怕的。好了，不管怎麼樣，祝你們2個人幸福啊！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來這邊請。謝謝你們。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這一期的愛情保衛戰，我們下期再見。